同学们好，现在我们来研究二元系统相图。无机非金属材料和金属材料体系所属的相图都是凝聚系统。凝聚态系统在高温下的时候，压力可以省略不计，所以对于二元凝聚系统 ，F 等于 C 减 P 加1，F 等于3减 P。二元凝聚态系统最多有3项共存，当只有一个项存在时，自由度最大为2。二元系统相图横坐标为浓度，纵坐标为温度。我们将学习二元系统相图的8种类型。在学习二元系统相图的时候，我们要求大家掌握图中点、线、面的含义，然后会写西经路程。接下来会利用杠杆规则计算某一平衡系统中各项的含量。最后，我们要学会应用相图。这次课我们主要学习第一类二元系统相图，叫做具有低共熔点的二元系统相图。这个相图中，两个组分在液态时能以任何比例互溶，两组分间既不生成新的化合物，也不形成固溶体。这是8类相图中最简单的一种。虽然简单，但却是我们学习其他类型二元相图的重要基础，因此我们要详细加以讨论。首先，我们来分析点、线、面的含义。图中的 A 点是主分 A 的熔点 ，B 点是主分 B 的熔点 ，E 点是主分 A 和主分 B 的二元低共熔点 ，AE、BE 是液相线 ，GH 为固相线。这3条线把整个相图划分为4个相区。液相线 AE、BE 以上的液相区是高温熔体的单相区。固相线 GH 以下的 A 加 B 相区是由晶体 A 和晶体 B 组成的2相区。液相线与固相线之间有2个相区。AEG 代表液相与组分 A 晶体平衡共存的2相区 ，L 加 A、BEH 则代表液相与组分 B 的晶相平衡共存的2相区 ，L 加 B。我们再进一步说明什么是液相线。液相线 AE 实质上是一条饱和曲线，如有一高温熔体降温冷却，冷却到 AE 线上的温度，即开始对组分 A 饱和而析出 A 的晶体。液相线 BE 对于组分 B 也是同样的道理。E 点是我们接触到的第一个无变量点 ，E 处于2条饱和曲线的交点，意味着 E 点液相同时对组分 A 和 B 饱和，因而从 E 点液相中将同时析出 A 晶体和 B 晶体。此时系统中3项共存 ，F 等于0，即系统处于无变量的平衡状态。因而低共熔点 E 是此二元系统中的一个无变量点。E 点对应温度称为低共熔温度。知道了点、线、面的含义，下面我们来分析系统 M 的西经路程。首先 ，M 高温下只是一个项，所以自由度是2。降温碰到了 A 的液相线，对 A 饱和，析出晶体 A。继续降温，液相组成点必定沿着 A 的饱和曲线 AE 向 E 点变化。这个过程不断的析出晶体 A。初始固相中只有 A， 所以固相组成点从 A 走到 SE 点，液相点到达低共熔点 E， 从液相中将同时析出 AB 2晶体。系统中3项共存 ，F 等于0，系统是无变量的，液相点只能停留在 E 点，不断析出晶体 A 和晶体 B。固相点从 SE 点向右移动。当固相点和系统组成点重合时，最后一滴液相析出 A 晶体和 B 晶体，液相消失，系统从3项平衡状态回到2项平衡状态，获得一个自由度，因而
系统的温度又可继续下降。接下来我们学习杠杆规则。通过杠杆规则可以计算系统中各项的含量。运用杠杆规则时，需要分清系统组成点、液相点、固相点的概念。系统组成点由原始配料组成决定的，对于 M 配料而言，系统点必定在 M1、M3 线上变化。系统中的液相组成和固相组成是随温度不断变化的，因而液相点、固相点的位置也随温度而不断变化。因为固液两项处于平衡状态，温度必定相同，因而任何时刻系统点、液相点、固相点3点一定处在同一条等温的水平线上。又因为固液两项是从高温溶体分解而来，液相点、固相点在任何时刻必定都分布在系统组成点的两侧。以系统组成点为杠杆支点，运用杠杆规则可以方便地计算在任意温度处于平衡的固液两项的数量。图中在 T1 温度的时候，晶体 A 还没有析出来，所以系统中全是液相。到达 T2 温度的时候，固相含量等于液相点到系统组成点的距离比上固液两点的距离，也就是 M2L2 比上总长 S2L2， 而液相的含量等于固相点到系统组成点的距离比上液固两点的距离。通过上述讲解，我们来归纳一下相图的作用。通过写吸经路程，如刚才分析的 M 的吸经路程，我们可以知道开始吸经的温度、吸经终点和融化终点的温度，也可以知道平衡时相的种类、组成，利用杠杆规则确定系统中平衡时各项的含量。这样我们就可以预测磁胎的显微结构，结构影响性质，继而我们就可以预测产品的性质。这次课我们主要讲了最简单的二元系统相图及运用杠杆规则计算系统中各项的含量，希望同学们认真领会，为后续较复杂二元系统相图的学习打好基础。同学们，下次课再见。